谁离不开谁，谁就会痛苦。你离不开他，痛苦的是你；他离不开你，痛苦的也是他。在商战中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，源于你的不可替代性。这个世界的规则变得越来越明确。当你不够强大的时候，想要一点机会都难；而当你足够优秀时，机会便会源源而来，纷至沓来。你越出色，想要的一切就会主动找上你。势力是人性，甚至在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是如此。你能力出众，父母自然会更爱你。社会的真谛在于，你的回报并不是与劳动成正比，而是与不可替代性成正比。要记住，你的价值不是你的工资，而是你在老板心目中的不可替代性。只要你有可替代性，工资就不可能上涨。在婚姻中，如果你仅靠美貌吸引丈夫，时间久了，总会有更美的人出现，甚至小三会出现。一些女性在丈夫出轨后，不是哭闹，而是更加用心经营家庭，提升自己，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把自己修炼得优雅迷人，把孩子培养得人见人爱。过段时间后，丈夫对小三的新鲜感消退，看到温馨的家庭，仍然会选择回归。当然，有人会说，既然你出轨，那我就不伺候你了。那不如先反思一下自己，再决定去留。如果在婚姻中没有不可替代性，再婚也没有意义，问题还是会重现。职场中被轻易替代的人太多了，可能被年轻人、机器或者新体制替代。职场人要问自己3个问题：一，我现在的工作机器能做吗？2，我现在的工作有可能外包吗？3，我现在做的事未来会有发展吗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让你沮丧，但值得思考。毕竟，面对问题总比被现实打击要好。很多人认为收入与学历、能力、过往成绩挂钩，但其实这是一大误区。我们能赚多少钱和学历、感情、过往成绩并无直接关系，主要取决于我们的不可替代性。当老板决定给你薪水时，心中有一把秤，左边是你现在的工资，右边是你此刻能为公司带来的利益。注意，这里有2个关键字，第一是此刻，不是1年前的贡献；第二是利益，与感情和人品无关。如果你现在的工资是1万，但你做的事情别人也能做，只值5000，那我就会替你。即使我们关系很好，过去你为公司赚过100万，但如果你现在的价值可替代，那就必须被替代。这很残酷，但也很合理。很多人犯了职场大忌，将过去的贡献与现在应得的回报等同。拿不到回报时，心生怨念，觉得别人欠自己，其实是你不懂社会的规则。只要别人有更好的选择，抛弃你是很正常的。就像我们曾经都用过诺基亚，感情深厚，但苹果手机出现后，我们也换了品牌。我过去喜欢诺基亚，后来喜欢三星，现在又爱华为和小米，这能说我花心吗？说到底，如果员工离开你，外面赚不到在这里的工资，那他自然不会走。客户如果找不到与您同样价格和价值的产品，他会主动追着你购买。所以，所有离开你、抛弃你、伤害你的员工、客户、伴侣和合伙人，并不是他们的错，而是因为你缺乏不可替代性。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除了你，没人能给你带来伤害。只要你具备可替代性，你的人生就会痛苦；而如果你不可替代，你的人生就会幸福。想想皇宫里的3000嫔妃，他们都可能被皇帝伤害，但谁能伤害到皇帝呢？因为在所有嫔妃眼中，皇帝是唯一的，而他们只是皇帝眼中的一部分。在现实中，你是他人的妃子还是皇帝呢？如果别人随时可以替代你，而你却离不开他，那你就明白这有多可怕了。很多男人常用我养你来把女人养成依赖的妃子，而自己却在外面不断成长，变成潇洒的皇帝。这时候，原配就算想离开也活不下去，因为缺乏生存技能，只能忍气吞声，失去精神自由。你知道为什么老公脾气大，
不听你话，而你却得事事顺从吗？你也明白公司里某些能人为何总跟你对着干，而你无能为力吧？因为他们清楚，没有你，他们依然能过得不错，但你没有他就无法运转，因此他自然会强势。在一个家庭中，谁在争吵时声音大，谁的贡献就更大。在公司里，敢跟老板唱反调的人，往往是不可或缺的角色。那些人还天天抱怨，你有资格抱怨吗？你把自己搞得这么被动，难道不活该吗？无论是管理家庭还是团队，最有效的一句话就是你被开除了，这多简单，但你敢说吗？当你还没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时，该怎么办呢？秘诀就是要忍耐，要捧场，要加速积累资源。当对方的存在对你至关重要时，你只能选择忍耐。比如刘邦在鸿门宴上为了保全性命，对项羽忍气吞声。他在宴会上频频受到项羽的指责，但始终保持卑微态度，甚至主动提亲，让项羽认为刘邦没有骨气，最终才放了他一条生路。在管理团队时，面对那些资源丰富的能人和老员工，要先捧后采，先忍后积。当你没有足够的筹码时，就要忍耐和捧场。同时提升自己的能力，最重要的是培养新人，让那些不可替代的老员工变得可替代。当对方可替代，而你不可替代时，你就能不再忍耐，果断对付他们。那么如何让自己具备不可替代性呢？一、能力碾压。我在公司当销售员时，每月都是业绩冠军，自然老板会对我多加照顾，因为我贡献了公司一半的业绩。其他员工每月只休息4天，而我一个月能休息8天。我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刚入公司时，我一个月都没有休息过，连续半年保持高强度工作，接触的客户最多，销售次数也最多，能力自然就强。2、物质碾压。花时间去赚钱，财富来了，自然感情也会随之而来。虽然我每天忙于工作，常常在外讲课，很少陪伴孩子，但前几天儿子写作文时却说，我的爸爸很爱我，我很惊讶，为什么不写他妈妈？因为他知道玩具都是我给他买的。3、认知碾压。认知是你对事物的看法。2个猴子为一根香蕉争斗的时候，有人却悄悄拿走了旁边的钻石。猴子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去争夺钻石，而是他们认为香蕉更重要。很多人只看到了表面，却没有洞察事物的真相。比如，很多人关注感情，实际上感情只是表象，背后的利益交换才是真相。疫情期间，离婚率上升，并不是感情出现问题，而是很多男性因为疫情变得贫穷。那么，如何提高认知呢？首先是亲身经历，其次是向高人请教，最后是高品质学习。人与人之间的竞争，最终是认知层次的竞争。你的认知水平决定了你所处的阶层和拥有的财富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